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8章。预审法官讯问斯坦格森小姐。5分钟后，约瑟夫·鲁莱塔比尔正俯身查看公园里门厅窗下的那些脚印。这时，一个看似城堡仆人的男子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罗伯特先生，预审法官正在讯问小姐。罗伯特·达尔扎克含糊地向我们道了声歉，便和那人一起朝城堡跑去。如果尸体开口说话，我评论道，那事情可就有趣了。我们必须弄清楚他说了什么。我的朋友回答，我们去城堡。他便拉着我一同前往，但是在城堡里，一名守在门厅的警察禁止我们进入1楼，于是我们只好等待。且看受害者房间里当时发生了什么。由于家庭医生见斯坦格森小姐病情大有好转，但又担心她会突然复发以致无法接受讯问，便认为有责任通知预审法官。法官当即决定进行一次简短的讯问。出席者有马凯先生、书记员、斯坦格森先生和医生。后来，在审判期间，我设法弄到了当时谈话的记录，以下便是其全部内容，不带任何法律术语的修饰。问：小姐，在不让您过于劳累的前提下，您是否能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您所遭受的可怕袭击的必要细节？答：我感觉好多了，先生，我会告诉您我所知道的一切。当我进入我的房间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问：请原谅，小姐，但如果允许的话，我将向您提出具体问题，由您来回答，这样会比您进行冗长的叙述更省力些。答：悉听尊便，先生。问：那天您是如何度过的？我希望您能尽可能精确细致地告诉我。如果这不算过分要求的话，小姐，我想了解您那天所有的行踪。答：我起得很晚，10点才起床，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和父亲回家很晚。我们参加了共和国总统为费城科学院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晚宴。当我10点半离开房间时，我父亲已经在实验室工作了。我们一起工作到12点，在公园里散了半小时步，在城堡吃的午饭，像往常一样，又散了半小时步，直到1点半。然后我和父亲回到实验室，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女仆，她刚整理好我的房间。我进入黄色房间，向她交代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随即离开了亭子，我便和父亲一起开始工作。5点钟，我们出去散步并用了下午茶。问：在5点钟出去之前，您进过您的房间吗？答：没有，先生，但我父亲进去了，因为我请他帮我拿帽子。问：你没有看到任何可疑之处吗？斯坦格森先生：当然没有。问：几乎可以肯定，那时凶手还没有藏在床底下。当您离开时，房间的门没有锁吗？斯坦格森先生：没有，我们没有理由那么做。问：从那时起，您和您父亲在外面待了多久？答：大约1个小时。问：毫无疑问，凶手就是在那1个小时内进入亭子的。他是怎么进去的？不得而知。在公园里，能看到一些远离门厅窗户的脚印，却看不到任何靠近窗户的脚印。您还记得当您和父亲出去时，门厅的窗户是开着的吗？答：我不记得了，斯坦格森先生。窗户是关着的。问：那当你们回来的时候呢？答：我没有注意，斯坦格森先生。窗户仍然是关着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进去的时候我还想，雅克爸爸在我们不在的时候，本可以把窗户打开通风的。问：真奇怪，真奇怪。请记住，斯坦格森先生，
雅克爸爸在你们外出期间，在他自己离开之前，是打开过那扇窗的。那么，你们6点钟回到实验室，然后就开始工作了。斯坦格森小姐：是的，先生。问：从那时起，直到您进入自己房间的那一刻，您和您父亲都没有再离开过实验室吗？斯坦格森先生：我和我女儿都没有离开过，先生。我们有一项非常紧急的工作，1分钟也不能耽搁。问：你们是在实验室用的晚餐吗？答：是的，出于同样的原因。问：你们经常在实验室用晚餐吗？答：非常少。问：凶手不可能知道你们那天晚上会在实验室用晚餐吧？斯坦格森先生：哦，上帝，先生，我不这么认为。是回到亭子后，大约6点钟，我才决定我和女儿就在那里用晚餐。就在那时，看邻人走过来，他想让我陪他去我之前下令砍伐的那片林区看看，但他耽误了我片刻。但我实在抽不开身，便把那件事推迟到了第2天，并请他路过城堡时，转告管家我们将在实验室用晚餐。看邻人去传话了，我则与女儿会合。我把亭子的钥匙留给了他，他已将钥匙插在门上，并且已经在工作了。问：小姐，您是什么时候进入您的房间的？答：午夜12点。问：雅克爸爸在那之前进过黄色房间吗？答：是的，像每晚一样，为了关上百叶窗和点亮灯。问：他没有察觉到任何可疑之处吗？答：他会告诉我的。雅克爸爸是个好人，他非常疼爱我。问：斯坦格森先生，您能肯定雅克爸爸之后没有离开过实验室，并且一直和您在一起吗？斯坦格森先生：是的，对此我毫不怀疑。问：小姐，当您进入您的房间时，您立刻锁上了门，并插上了门栓。这可是相当多的预防措施，尤其是在知道您父亲和仆人就在附近的情况下。您是害怕什么吗？答：我父亲很快就要回城堡，雅克爸爸也要去睡觉了，而且我的确害怕某些事情。问：您是如此害怕，以至于您没告诉雅克爸爸就拿了他的左轮手枪吗？答：是的，我不想惊动任何人，尤其因为我的恐惧可能显得很幼稚。问：那您害怕什么呢？答：我说不清楚。最近几个晚上，我似乎听到公园里以及亭子周围有奇怪的响动，有时是脚步声或树枝折断的声音。预习前一晚，我在爱丽舍宫，直到凌晨3点才睡。我在窗边待了一会儿，似乎看到了几个人影。问：几个人影？答：2个人影在池塘边徘徊。然后月亮被云遮住了，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通常已经搬回城堡的房间，恢复冬天的作息习惯了。但今年我决定不离开亭子，直到我父亲完成他为科学院撰写的关于物质分解的研究总结报告。我不希望这项几天后即将完成的重大工作，因我们日常习惯的任何改变而受到干扰。您会理解我不想把我那些孩子气的恐惧告诉父亲，也对雅克爸爸闭口不谈，因为他可能会说漏嘴。因此，我知道雅克爸爸在他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把左轮手枪，我便趁着老人离开的片刻，迅速上到阁楼，拿走了那把枪，把它放在了我自己床头柜的抽屉里。问：您有敌人吗？答：一个也没有。问：您会理解，小姐，如此非同寻常的预防措施，足以让任何人感到惊讶。斯坦格森先生：的确，女儿，这些预防措施非常令人惊讶。答：没那么令人惊讶，我已经告诉过你们，
从2个晚上前开始，我就感到不安，非常不安。斯坦格森先生，你本该告诉我的，你真是不可原谅。我们本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问：一旦锁上黄色房间的门，您就睡下了吗，小姐？答：是的，而且像往常一样，那个时候我非常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问：灯还亮着吗？答：是的，但光线很暗。问：好的，小姐，现在请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答：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但突然间我醒了，然后发出了一声尖叫。斯坦格森先生：是的，一声可怕的尖叫，杀人犯。那声音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答：我房间里有一个男人，他扑向我，掐住我的喉咙，试图勒死我，我快要窒息了。突然，我的手从半开的床头柜抽屉里摸出了左轮手枪，我已经把它准备好，随时可以开火了。就在那一刻，那个男人把我掀下床，并举起一种像是短棍的东西朝我头上挥来，但我开枪了。我突然感到头部受到了一记可怕的重击，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法官先生。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问：什么都不知道了？您对凶手是如何从您的房间逃脱的，没有任何头绪吗？答：毫无头绪。一个人在濒死之际，是不会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的。问：那个人长什么样？高还是矮？答：我只看到一个影子，感觉非常高大。问：您不能提供任何更具体的细节吗？答：先生，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个男人扑向我，我朝他开了枪，这就是我记得的全部。对斯坦格森小姐的讯问到此结束。约瑟夫·鲁莱塔比尔耐心地等待着罗伯特·达尔扎克，后者很快就出现了。他从斯坦格森小姐隔壁的房间听到了整个讯问过程，并以惊人的准确性和记忆力向我们的朋友复述了内容。其顺从的态度再次令我感到惊讶。多亏了他用铅笔匆匆记下的笔记，他几乎能逐字逐句地重现那些问题和答案。说实话，达尔扎克先生看起来倒像是我年轻朋友的秘书，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对他有求必应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个正在为他工作的人。窗户关着这个细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他给预审法官留下深刻印象一样。鲁莱塔比尔请达尔扎克先生再次重复斯坦格森父女在案发当天的活动安排，就像斯坦格森小姐告诉法官的那样。在实验室用晚餐的情节似乎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要求达尔扎克先生再复述一遍，以确认只有看邻人知道教授和他的女儿在实验室用晚餐，以及看邻人是如何得知的。当达尔扎克先生结束他的叙述时，我说，这次讯问对案情并没有多大推动，他反而让事情倒退了。达尔扎克先生表示赞同。不，他使案情更明朗了。鲁莱塔比尔若有所思地说道。